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的8.8强震震惊了全球。现在有专家形容，这个是地球它睡醒了。这次的强震相当于8000颗原子弹的威力，甚至是921的100多倍。而且最担心的是什么？未来恐怕会出现所谓的地震活跃期，而且可怕的不单单只是地震，而是海啸。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了各国的一些画面。大家开车的拼命来逃，因为海啸随时都会致命的。这次强震至少带来至少4公尺高的海啸。你看到这一张图，当时地震发生完之后，包括了美西，包括了夏威夷，包括日本，甚至包括了台湾，都已经发布了所谓的海啸警报。而这一次的强震加海啸，让大家想起一件事情，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本书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那时候作者龙树亮说7月会发生这所谓的世界末日。那时候大家想说你的时间过了，没有人去相信了。殊不知这一次的强震，这一次的海啸，让大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7月都还没有过完，在还没有过完的时刻，强震加海啸，难道这一本书的预言真的要印证了吗？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地缘专家郭凯文，大家好；台湾市议员黄进平，大家平安。知道今天有专家形容什么？地球醒了。我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原来今天在俄罗斯发生的8.8强震，这已经很吓人。对，更吓人是什么？周边的一些国家，我刚刚讲，包括夏威夷，包括了美西。包括了日本，包括我们台湾发布了海啸警报。为什么要发布海啸警报？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地震已经够可怕了，海啸，这个海啸一袭来，这是杀人的海啸。没错，刚才赵和说地球醒了，那为什么地球会醒呢？因为现在大家很担心啊，接下来会连续发生所谓的很多8级以上的强震，会进入所谓密集的这个状态。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一切都要从今天早上的时候发生在这个勘察加半岛。勘察加半岛在这附近，对，它是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这个地方哈。那它在俄罗斯语言里面，勘察加半岛叫做世界的尽头，所以可能它是很荒凉的地方。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发生了这个8.8规模的这个强震。那8.8规模的强震，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然是相当的惊人。但是8.8规模到底是多强呢？赵尔约莫是8000颗原子弹的威力啊！8000颗原子弹，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多大能量的这个释放。那因为这个主要这个地方来说的话，是太平洋板块跟北美板块互相碰撞产生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当然之后也产生非常多的余震6以上的就好多起啊。所以那从这个勘察加半岛的这个居民完全都吓傻。但是除了他们吓傻之外，因为伴随了强震之后，这个所谓海啸警报，你看远到这个美国，到这个中南美洲，甚至很多地方全部都有这个发布，日本啊、台湾啊都有发布所谓的海啸的这个警报。好，那为什么我说引起大家注意？它唤醒了什么呢？赵，你知道这个地方就过去叫做火环带，环太平洋的火环带，这个就是地震好发的这个状况，会不会唤醒了这个原本沉默已久的火环带，就重新再被唤起？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多注意强震的这个状况了。知道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勘察加半岛这次发生8.8的地震，是被这个历史的这个所谓的研究过来记录过来看，它是第6大地震，没错，第6大地震也难怪，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几个画面，对，俄罗斯我们常说什么？他们是战斗民族，不会怕的。是，结果我看到每个拍影片的，你看到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尖叫声来，因为这震太大了。赵和，我相信任何人看到这样的地震规模，大家吓死了。好，那我跟你讲，这个地震是记录以来的第6大地震，就是说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的第6大地震。当然，很多地方都震得非常夸张，因为我说除了8.8之外，另外还有发生6.9、6.3、5.4、5.7还有5.6，都是余震。这个余震都这么大，所以我知道勘察加半岛或是附近的民众大概没有办法睡觉了，因为甚至你看房子震啊，然后还有房屋的这个烟囱被震掉的一个状况啦，甚至这个货架上面，你看房屋的这太夸张了。对，然后甚至货架上面的这个酒瓶被震裂的这个状况啦。对，那这我们常常在台湾有这个地震会看过，那就是真的是这样。然后包括说像医生也是，医生每次地震的时候，我们都要说哇，他坚守岗位，坚守到最后一刻的这个状况。这是在开刀没办法，他们一定要为了这个病人着想，所以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这个状况。那甚至我们看到，你看旁边都有摇成这样，连俄罗斯人，刚才你提到俄罗斯人是不相信眼泪，对，没有眼泪，就没想到他们这一次也是完全吓呆了。好，那我刚才讲到
地震当然这个损失非常惨重，但是我就说大家怕的其实是海啸，那个是杀人的海啸。对，没错。好，那看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周边不是有个2400人左右的小镇，马上就被海啸吞没了。好，那你看这是俄罗斯的，俄罗斯他们这个当地拍出来的影片，你看。在地震没多久的时间，海啸马上就拍过来。你看，这个已经都是被海啸侵蚀过了。你看，完全地上都已经是湿了，已经是水乡泽国。你说那个海啸来得非常非常的快，对，在旁边的这种村落，对，它连躲都没有办法躲掉，直接进来的，瞬间就被吞噬的一个状况，海啸就直接打过来。好，那当然这2400人的命运怎么样，我们当然要持续观察。那另外还有什么？你看当地就说，你看还有这个海啸已经冲了一个所谓当地的一个鱼类工厂，你看鱼类工厂马上就被海啸包围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海啸已经够快了。这种是什么？当地有测到4公尺高的海啸。对。这个连躲都没办法躲的，4公尺海啸打过来，你觉得是怎样？它其实是一面墙，你1公尺就已经很致命了，对，4公尺，它其实是一面墙这样打过你，所以所到之处摧枯拉朽。事实上，我们看过311地震的画面，你都知道说那个海啸真的相当惊人。好，那事实上也有人拍到一幕，我们都说大自然是非常的奇妙的地方，对？你要拍到什么呢？他们拍到俄罗斯在当地的海狮啊。在地震没多久之后，他们似乎知道海啸要来了，对，他们马上集体就跳下海里面，你看，就这个画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在岸上的话，恐怕会被这个海水这样打过来之后，他们恐怕也会身亡，所以呢，他们就很厉害。那日本陆怎样？他们居然也很害怕，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个大自然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状况，他们也赶快跑了。好，那我们就讲，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我们就说跑不掉那怎么办？譬如说这个在这个日本这个地方，他们发现什么？有鲸鱼就搁浅在日本的这个千叶海。好，那为什么鲸鱼会搁浅呢？因为第一个，你震波发射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对我们要鲸鱼是用所谓这个接受这个声波，当然对它的行动构成干扰。另外第二个是说，海水这样突然退去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来不及离开，那就被搁浅在路上的一个状况。甚至你看，连加州也是一样。加州在这个地震前的时候，被人家拍到什么？居然有很多数千只鸟，居然飞离了这个整个加州。这个画面有点不太的寻常。对，数千只鸟一起飞离加州，大家都认为说，你要发生什么事了？结果没有多久。你俄罗斯就震了，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动物冥冥之中呢，它似乎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感应。那我就讲，这一次整个这个很多国家都已经发布了这个所谓 tsunami 就是海啸警报。好，那当然了，首当其冲除了俄罗斯之外就是日本。你看日本沿海，你看日本官方马上就说，你看在地震没多久，你看和歌山的这个金波就是他们的这个海啸。你看每个地方都已经有这个各式各样的金波的这个报道，然后他们还跟你说，可能在什么时间点？你看这福岛县是11点啊，然后千叶县的这个内房这个地方是11点啊，伊豆诸岛，你看他们都有时间点，然后预测是几公尺，所以你看日本人看到这个完全吓到了，3公尺很吓人。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最好赶快撤离。那连这个石破茂他也马上说，海啸已经来了。那他就说还要小心，因为可能海啸不止一波，它会有第2波、第3波，甚至目前还要更加强烈。我们刚刚讲说它3公尺，然后结果石破茂讲说不单只有第1波，是。还有什么？你到第2、3波的时候，你或许还比前面还要强。对，这已经很可怕了。当然了，我觉得他们都要非常的谨慎，因为311的死伤实在太惨重了。那你看，我们看到说，目前为止日本传出来的画面，包括说你看在这个岸上面的这个渔船就是在摇摇晃晃的这个状况。你看，这也是一个河流里面，你仔细看哦，它就是海浪已经进来，但你看这就是突然之间退去，对，然后突然之间再涨过来，就是海这个所谓海啸的这个状况，就是先退去之后再往前退。你看这个船就在上面摇摇晃晃的这个状况，那甚至很多这个车子也赶快离开了，对。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这个是俄罗斯的车子，赶快离开，他们赶快就说抽来弹，因为海啸准备要来了，赶快跑了。对，那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很非常清楚的这个海啸开始流到这个水里面来，流在这个沟渠里面来，就是逆流而上。而且这个画面我们当然觉得非常的惊奇，为什么？它是逆流而上，没错。大家仔细看，这是逆流而上，对，于是海啸它进来了。对，没错。你看水其实是往这个海啸推的方向是往逆流走了，那你看海啸就进来，所以你看海啸非常非常明显。那我们看，事实上首当其冲还有北海道，目前为止来说，他们很多地方都开放给大家停，就是说，尤其是地势比较高的停车场，它现在都开放，你要来就赶快来，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同岛一命嘛，大家知道说，如果你不让他们躲的话，他们也没地方去。那连夏威夷也爆发了这个逃难潮，那甚至是连这个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为什么夏威夷或者说这个美国人会那么小心？
因为什么？因为当年3.11大地震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夏威夷也有被海啸侵袭。对，虽然这次发现到，夏威这个3.11地震的规模没有这一次的这个勘察加半岛的规模地震这么大，所以他们当然相当的小心。所以你看海啸的这个状况真的是大家要留意。好，那我们为什么说其实海啸反而是最致命的呢？我们以这个2024年，当时在这个日本能登半岛不是有发生一个7.6级的这个强震吗？对，他们发生强震没多久之后，你看。他们居民就说：“不对哦，海啸快要来了，那怎么办呢？要赶快上车吗？”现在已经陆续看到水来了，淹到家门，所以他们干嘛？他们现在要开车，赶快！他指挥家人赶快上车，上车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大家就赶快上车。就照你知道吗？上车没多久之后，他们说不到1分钟，因为这个很多也可能有老人家速度比较慢一点点。上车没多久之后呢，就这个车子就开始动了之后，没想到水就来了。不是它来的这么快，你看到现在已经淹到，它已经淹到快到轮胎那了，结果车子动了。对，没错。那动了之后怎么办呢？动了之后他们就马上开始开出去，你可以看到。因为只能够往外跑啊，你不可能，你看连屋顶都砸下来了。对，没错。那你看整个状况，旁边有屋顶的这个砸下来，然后这个车子就已经被海啸侵袭的这个状况，这样一个情形。你看2分钟之后，你看这个整个状况，你看完全是大家能够想象吗？这才2分钟发生的这个时间点，你就知道说，然后就被这个。所以他从发现到最后淹成这个样子，3分钟之内，对，他赶快找他的家人，对，赶快先上车，是。结果在他上车的那一瞬啊，真的来了，全部来的又快又急。对，没错。那他们这个车子当然就发生了一些状况嘛，哈。我就讲，甚至是3分钟的时间，所以说你看到海水来的时间点，你可能逃命都来不及。对，所以而且我就讲。根据他们日本的研究，就是这个浪来的时候，尤其是几公尺的大浪，为什么会对你那么致命呢？因为你不要以为打过来是水，打过来里面可能还夹杂一些所谓的这个木材啊，一大堆东西，会把你打到，可能你都会内出血。所以让他们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是相当恐怖，海啸是相当恐怖的。好，那我们就讲。至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我们为什么说可能这个野兽或是怪兽，地球的怪兽被唤醒呢？它真的要睡醒了。我们就说，今年的8以上的地震其实还真的蛮多。你看，事实上是缅甸在今年3月28号不是发生瑞士规模8.2的强震吗？那另外一个，你看最近又发生了这个8.8，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地质专家或者气象专家，这个地震专家说，现在可能进入了8以上规模好发时间。你看哦。在2021年发生3个规模8以上的这个强震之后，在今天才发生规模8以上，结束第6场的这个平静期。对，这也就是历史上接下来会进入所谓的8以上的地震期会非常频繁。你说它会有一个火药期的出现？对，好，那我们就说火环带嘛。那火环带当然包括了南极，那尤其是这几个月来，南极也是发生了非常多的这个地震，南极洲这个地方发生非常多的数次的这个地震。那发生地震之后呢，你知道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吗？很多的冰山啊，就是因为原本的气候变迁之后，冰山已经慢慢的融化，就没想到，因为这样去摇它之后，就很多冰山就这样坍塌，就直接断裂，直接分离了。对，就断裂。那这个断裂这个状况来说的话，大概有1/10个台湾之大。所以你看，事实上我们不要小看这一次的地震，地震当然会造成这个伤害，而且地震带来的海啸，甚至导致整个地质的这个变化。我觉得现在我们全世界人都要非常注意。尤其我刚才讲到了，我们唤醒了这个规模8以上的地震，恐怕会在未来密集的发生。主任，我们现在大家最想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2天前新闻就有报道，你接受访问的时候，你跟大家讲，接下来会有大地震的发生。结果我们一查，其实你10几天前就有讲过了。结果今天早上，俄罗斯就发生了8.8点，就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甚至还有很多的海啸，让大家觉得非常怕。我们想问的是，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猫腻是在哪里啊？其实我一共有3个指标啦。那我们先讲那个我最新发现的一个指标。对，我就发现那个我们地球本来是在沉睡的状态，而且是睡得很沉，就是用规模7的地震去敲它都叫不醒。然后那个一直到最近就是3月28号的缅甸地震以后，地球终于被敲醒了。所以那我们看这个图就是说今年那个规模7以上的地震对。那个总共有那个1、2、3、4、5、6、7，一共有7个。这个地震呢，它规模是7.1，可是这个7.1其实是很大的那个地震。这个在那个喜马拉雅山这边，它这个地震发生了以后那个全球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全球继续睡觉。因为你看这个7的这个地震之后1个月30天，
就是1月7号到2月6号，总共全球规模6以上的地震，包括这个总共才4个。对，那真的是太可怜了，因为那个我们把那个1900年以来美国地质调查所的那个资料全部翻开来看呢，你不管有没有7的，都就是说平均起来它1个月就是30天内应该是9.44个。对，这是正常期啦，就是说整个总平均啦。那如果说有一个规模7的带头的话，平均应该是那个差不多12到13个，12.5个就是说差不多将近13个，这样子才算是正常。可是你现在是有规模7带头对，那有没有13个？只有4个啊，就只有4个。所以我发现就是在那个2025年今年的第1季整个地球是在沉睡状态。这个是在那个缅甸的那个地震对，那个缅甸的地震是在这边，它规模比较大一点，它7.7，那这个能量够大，它就把地球唤醒了。那就是说，是因为缅甸的7.7，对，它把地球给唤醒了，终于把地球唤醒了。就是这个7.7的地震，我觉得这个7.7的这个地震因为它是发生在陆地，虽然房子会倒一大片，泰国有一个1000多公里的房子，对，也倒了。可是那个唯一的好处就是它后续没有海啸的威胁，因为它是在陆地上，所以那个其实地震除了会引发那个就房屋倒塌，那是在陆地上。那如果说是在海沟的话，会引发海啸，还有一个会引发火山爆发。那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到这个，所以那个在2天前才跟记者讲说，我们地球已经醒过来，就是3个征兆之一。对，就是已经醒过来，就是说不只是醒了，还进入一种超兴奋的那个状态了。你的意思是说，缅甸把地球唤醒之后，再加上这一次在俄罗斯的强震，你会认为说，接下来现在地球是处于一个所谓地震的活跃期，而且这活跃的这个规模，比我想的还要大。我发现有一个前兆，就是说南北2极的那个地震变多的时候，也是一个地震的那个前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通常规模8的那个地震要出现的话，它前面都会有那个规模7的那个地震帮它做征兆，就是说在前面摇旗呐喊，就是在1个月内。所以我们发现这3个条件都符合了。主任，我想问的是，现在勘察加半岛发生这个8.8的地震，这个以你来看，这个能量真的非常强吗？非常强，它是那个从1900年以来就是你可以说排名第6，也可以说是前8大。对，就是说，因为那个8.8的有3个，对，3个并列第6，对，所以总共是8个。所以它真的是犹如这8000颗原子弹的这个威力吗？但是你跟这个9.5比这个是9万颗。对，那这个是那个8000颗。那我们921大地震是46颗，对，7.3的话是46颗，不是一个量级的。宇轩，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地震很吓人，但是海啸更致命。我实在没办法想到一件事情，今天台湾已经发海啸警报的情况之下，竟然还有台湾人去看海啸，旁边的海豚吓死了。大家千万不要疏忽这件事情。你看到这个画面，这是当初格陵兰的海啸，格陵兰海啸那个会杀人的。对，照很多人听到说只有30公分，有什么好怕的？所以很多人都想要跑到海边去欣赏海浪。来，各位好朋友，我就带你看看30公分有多可怕。你现在看到的地方是在格陵兰，而他们所掀起来的海啸高度呢，也不太高，绝对是在1公尺之内。你看原本这些人呢还在岸边看说，海浪感觉蛮特别的，怎么这个平常的波涛汹涌不太一样，而且也没有很明显大幅度的退潮，应该逮就不没问题吧？结果在格陵兰这个地方，他们看着，结果一瞬间就来了，一点都不高开始往里面一直灌，吓到马上掉头就跑。结果一路往里面跑，海浪也跟着一路往里面冲。你知道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吗？什么？4个人命就这样被夺走了啊！就你看到这样子，看起来平凡无奇的海啸，小海啸，而且呢，11栋房子直接被冲垮。那就规模，你知道当时规模的地震多大而已吗？4.0而已。4.0地震引发的海啸，结果就这样咻着过来
4条人命都没了，而且还把11个房屋给冲垮。所以各位，你不要小看说只有30公分有什么大不了。所以这一次哦，全台湾也有发布所谓的海啸警报，包括从北部地区、东北地区呢、东南地区、西南地区，整个环岛都有。很多人看到说，哎呀，只有30公分，那他不了解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想想看，它等于是呢有大范围面积30公分高度的类似像车辆一样的动能，而且里面混杂着木头，里面混杂着金属，就这画面，你仔细看，撞下去之后发生什么事情？直接把这个当作是房屋哦，对，板子直接给撞破，直接给冲破，不管你是什么，我跟你讲，所以你看哦，后面太吓人了吧？我们直接看这张表，你一片看这画面，如果是1公尺的话哦，你被它撞到的话呢，像什么呢？它可以把这种我们讲的3公分厚的木板直接给撞碎，就是你看到直接击碎的画面。来，你看，就像这个人，你有没有看到？这就30公分而已啊，站都站不住。为什么？像你的脚有一台车一直撞、一直推、一直撞、一直推、一直撞，所以这个叫做脚踝高度。30公分以下叫脚踝高度，30公分以上你人就挡不住。对，所以换言之，0.3到1公尺，也就是台湾这一次面对到的1级，海边的人、车子都有可能被冲走。而且你如果运气不好，遇到1到3公尺的话，它是沿海地区都会被冲走。所以来哦，这就是你讲的。我们来看，这是你以为的100公分，对不对？1公尺啊，波沙，但不是说你看到前面这样子而已。真正的是你要想想看哦，赵尔，100公尺乘上后面所有的，把它当做一台车子就好了。如果今天是一个101公尺高的大箱子，里面装满石头、钢筋，往你身上撞，你就会怎么样？腿都断了，我连命都没了。对，而且整个会飞出去。而且不要忘记，海啸是一路卷到这边来的，这么多东西，你没有命的。对，所以这像一个大型洗衣机一样嘛。你就想一个大型洗衣机往你迎面而来，所以很多人都在开玩笑说：“来，我们再听一次他那个海啸撞到的声音。”他这是模拟实验场哦，在日本他们有这种海啸模拟实验场。对，你现在看好，来，就这个画面，3、2、1，嘣一个，吓一跳哎！我跟你讲，这个声音多大声？对，声音多大声？所以你想想看哦，你不管是人哦，或者是说我们讲的建筑物，只要超过30公分以上，都会有危险。所以，赵，你仔细看当时日本发生的这个画面，原本车辆都还很正常，行驶在高速公路，而且速度非常快，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结果你有看到，最远方开始默默的有一个庞然大物，完全不知道海啸袭来了。对，但是跟你想根本不一样，它不是海浪，也不是拍打，它是整个跟拖拉库、跟泥石流一样，有没有？所有房子、车子、里里扣扣物件，全部人来对，而且一个拖一个，规间厝安尼规弄过来。而且我想它的高度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车子跑都不是很跑，你就算是在房子里面站在屋顶也没有用。为什么？它是连根把你整个拖起，甚至连房子都会翻掉。所以你不要开玩笑说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大家还记不记得？现在俄罗斯是发生8.8嘛？对。啊，那曾经呢，在日本大海啸的时候，那时候路前高田有个地方哦，大家就是悻然。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海啸15公尺。照我们刚才在讲30公分，我们在讲1公尺，它这个是15公尺。15公尺，对，刚不是说1公尺那个致命率100%吗？对，那你想想看哦，15公尺，有人就想说我们要避难嘛？你知道他们那时候避难在哪里吗？躲在避难所。那避难所在哪里呢？在4楼。结果你知道最后这4楼呢，他们这些人呢，最后生命都没了。你知道他们怎么没的吗？被淹死的。他不是躲在4楼吗？对，直接淹到4楼。等于海浪打过来之后，包括木头，包括建筑物，因为它是在市中心的部分嘛，全部一路拖，那直接撞进去，然后水全部都灌到4楼去，所以活生生在4楼这样子被淹死。而且你知道吗？它这个不只是海浪而已哦，它会把沿海地带它破坏的东西随着它一路卷，所以它重量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到市区的时候，直接把东西、把人也好、房子也好给撞破。志明，这次在俄罗斯勘察加半岛上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做死亡谷，什么叫死亡谷？寸草不生。什么叫死亡谷？有去无回。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如果今天又有余震，或者是这根本只是一个前震，它主震都还没来，这个死亡谷裂开了，等于什么？全球的地狱大门要被打开了吗？你看到现在画面上有这些动物的遗骸，还有刚刚飘着一些白色像烟一样的这个气体啊，你看了其实就有点感觉毛骨悚然，对不对？对，这个就是距离地震带很近的勘察加半岛，勘察加半岛上面其中一个死亡谷。那我特别跟大家讲，死亡谷它是位在勘察加半岛
总共比较活跃的29座火山当中的其中一座基赫皮内奇火山的当中，它这一个死亡谷呢，它是一个狭长型的这个地形，大概它是长2000公尺左右，宽呢可以到100-200公尺。那谷底呢就是一个凹陷型。那你现在看到那些画面呢，它其实谷底据说有很多的硫化氢跟氢化物。动物到那边你没有办法待太久，因为那里寸草不生。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动物遗骸占了整个死亡谷大概17%，也就是将近20%啦。也就是说，曾经有多少动物，甚至其实也有人进去误闯了之后，很快就死掉了。你踏进去，命都没了。目前为止有32个人死在里面。那当地人都知道不能随便跑进去。曾经有当地的猎人不小心误闯，结果闯进去了之后呢，最后本来有7-8个人猎人进去，只有1个人在6个小时之后活着出来。后来那个人不久之后也过世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死亡谷让他们觉得说非常的这个恐怖，而且死亡谷里面你可以看到到处是什么野猪啦、棕熊啦，然后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野兽的这些遗骸跟兽骨，很奇怪鸟飞过那个死亡谷的上空却没事，对。可是如果在动物在底下的凹陷处那个死亡谷，我刚刚说裂开的那个裂口，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地方，一下去了之后，就会几乎几分钟之内里面毒气遍布，就会很快就死亡，而距离那边的村庄大概只有600公尺，最近的村庄600公尺呢，那个死亡谷里面的那些毒气啊，有毒气体却不会飘到那个村庄，也是因为这个地形的关系。而这个死亡谷呢，它所在的那个基赫皮内奇火山，它在勘察加半岛，距离那个今天海啸的这个地点就是大概120公里左右。那如果说因为海啸这样子往里面这个冲的话，那这里面死亡谷会不会持续的这个裂开？它里面的这个下面的氢化物跟硫化氢那个毒气会不会随着往外面扩散？这就是当地居民所担心的这个一点。所以大家吓死，这地狱之门，你不要去开它都没事。你的强震来，海啸来，你的地狱之门强迫开启的。而且绕和我跟你讲，勘察加半岛又是俄罗斯重要的核武跟那个导弹试射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基地。你想想看，核武、核弹，然后导弹，然后又有死亡谷，那个下面又有这个张力之气的毒气。那如果这些再加上海啸发生的话，这样过去，它是会把那些有毒的物质带到海洋大海。所以我才说，很多这个当地人早就把死亡谷视为一种末日的感觉。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